切了，切吧。我叫来喜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进宫当太监，因为看到同村的太监小的张衣锦还乡，那场面堪比高中状元，风光无限。他家不仅住着豪宅大院，就连倒出来的残羹剩饭都油光水亮，比我全家半年的口粮还金贵。从那时起，太监就成为了我眼中富贵的代名词。我当太监的想法也愈加强烈。第二天，我把从剩饭中找到的鸡屁股拿给了父亲，父亲看到后开心的不行。我趁机告诉他，只要帮我净身做了太监，以后全家人天天都能吃上鸡屁股。父亲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走出过大山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他也觉得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似乎只有去当太监才能出人头地。于是他咬牙答应了我的请求，为了阉割时能做到快准狠，让我少受一些折磨，他还特意拿玉米练习了好几遍，等熟练后，他再紧张地通知我，我切了，切吧。无边的疼痛感似乎要撕裂我的灵魂，我从此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利。这一刀下去，割断的不只是命根，是把穷鬼的魂钉在紫禁城的耻辱柱上。再次醒来时已经是3天后，母亲日夜守在我身边，我看见她满脸的愧疚和心疼。为了防止伤口愈合，母亲在我身下插了根鹅毛管，每当我想小便的时候，都要先把鹅毛管拔出来，那感觉就像又经历了一次净身，每次都让我疼到浑身颤抖。母亲在一旁心疼的直掉眼泪，这样的折磨我还要经历100天，因为100天之后我才能痊愈。可我想到以后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这点疼痛好像也不算什么。晚上父亲从九叔家借了半碗油回来，要给我的命根子做风干处理，要用油炸。九叔说炸完吹干再用布捆着，我借了4两油来。你快去炸呀，我还要给来喜伤口换药啊。看到爹娘为了我忙前忙后，我暗暗发誓，等我进了宫，我要把御膳房的剩饭剩菜装成山，让他们每顿都能吃上带油腥的鸡屁股。可没想到命运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这天母亲外出时，意外从城里回来的人口中得知，大清已经灭亡了，宫里不再招收太监。很快，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我一家人瞬间成为了全村人的笑柄。他们围在我家外面凑热闹，还不停地出言嘲笑。杨叔啊，你儿子做了清朝最后一个太监了。来喜大太监出来了。父亲大怒着跑出去，将他们全都骂跑了。我内心说不清楚什么滋味，遭受了如此折磨，想改变一家人的命运，可梦想瞬间化为了泡影。人性就是如此现实。我落魄时他们嘲笑践踏，我知道如果我像小的张那样成功，眼红巴结我的一定还是这群人。为了不让我幼小心灵受到伤害，从未走出过大山的父亲决定带着我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临走前，母亲千叮咛万嘱咐，来喜啊，九叔说将来一定要把它放在棺材里头，要不然下辈子投胎就不能做人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别丢了啊。哦，我要坐轿子回来，一定请你们吃鸡屁股。爹，有没有我这么小就做大总管的？现在总统不准皇帝用太监了。你放心啊，我想皇帝很快就会打赢总统的，你就可以做太监了啊。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。转眼10年过去，我虽然没做成太监，但却成了戏班里的名角花旦，艺名唤作玉兰，一曲贵妃醉酒无人能及。不仅台下的观众被我们迷得神魂颠倒，就连大帅也对我垂涎欲滴。明晚上下了戏把他提了回来。是。这些年我把攒下钱都寄回了家，自己一双破布鞋穿了几年也不舍得换新的。虽然现在日子过得也不错，但我依旧没忘记小时候的梦想。我总让师傅帮我打听进宫的事，师傅也总是劝我说戏唱好了一样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可他不知道我为了这个梦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可是我切了啊！可即使我告诉了他这个秘密，师傅还是不同意我进宫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的世道去当太监并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。虽然身体残缺的事只有师傅知道，可因为平时从不跟师兄弟们一起去公共澡堂，每次上厕所也是偷偷摸摸一个人去，这让他们对我产生了怀疑。这天晚上，他们强行架着我去喝花酒，还把我推进了头牌的房间。由于身体缺陷，这些年我从不敢跟女人接触，看着不断靠近的头牌，我吓得躲进了桌子底下。可经验丰富的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秘密。看着窗外那些等看热闹的人时，他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可他并没有拆穿我，
而是放下床帘坐到床角，用他的方式为我守住了男人的尊严。看热闹的师兄弟们以为他们猜错了，也纷纷离开了这里。我俩忍不住四目相对，哈哈大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突然闯进了房间，她是这里的新人，因为不愿挂牌接客，被老鸨追到了这里。头牌见女孩可怜，便表示自己顶替她去应付客人。等到众人都离开后，我拉开帘子一看，才发现这女孩是我的发小招娣。原来她是被父亲卖到这里来的，才5个钱儿，比条猪还便宜。我俩从小就互相喜欢，还约定过长大后要成婚一起过日子。只不过后来我出了那档子事，我俩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好在他并不知道我的事，还把我误认为是革命党人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革命党被视为英雄，他们为了改变这个腐朽的时代而奋斗。招娣对我心生敬佩，加上如今旧人重逢，我俩再次互相心生情愫。在得知我还是孤身一人时，招娣便有意以身相许，与我约定一起远走高飞。于是我立刻决定回去找师傅借钱，帮招娣赎身。可没想到师傅正好不在戏班，而且又碰巧遇到了大帅府的人来找我。你是不是刘玉兰？是啊，我们雷大帅今天想请你喝一杯。我今天没空，过2天吧。雷大帅等着你呢。我被他们强行带走，到了约定时间后，招娣来到戏班找我。师傅告诉他，我被大帅府的人带走了。啊，是不是他的身份被人拆穿了？啊，你知道他的身份了？在这儿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其实他也怪可怜的，平常多说一句话都怕人家看穿他的身份，甚至于去厕所大小便、换衣服、洗澡都特别小心，所以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怪不得被我猜中了，他还不肯承认。啊，你是瞎猜的？啊，不是。没想到这个误会让我再次失去招娣，直到晚上我才被送了回来。雷大帅让我来通知你一声。什么呀？大帅很喜欢玉兰，明天会用大红花轿来接她过门。师傅不想我羊入虎口，于是当机立断让我连夜带招娣离开这里。可临走时，我却忘了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来喜，你把宝贝儿忘了。宝贝儿？不要！啊，你有宝贝儿也不告诉我，是什么啊？师傅以为招娣知道我的事，于是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。招娣得知真相后，脸色大变。你不是革命党？我是公公。招娣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她接受不了我身体的残缺，临走时还骂我是个怪物。她落荒而逃的背影撕碎了最后一页牡丹亭。原来都里娘还魂需要全尸，而我连做鬼都缺斤短两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。我也渴望像正常人一样拥有爱情，可身体的残缺让我无法越过那道鸿沟。你进宫了，军阀不能到紫禁城去抓人，在那儿就没人把你当成怪物了。可是你说过不要做太监。没有，我没说过。只要你挺起腰板来做人，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太监。太监也是人呢，唱戏是赚钱，做太监也是赚钱，没有分别。向公公请安。师傅，站在那儿，做一个堂堂正正、有骨气、有出息的太监。是。太监是这样说话的吗？炸！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多年来师父早已把我当成了他儿子。我这次走必定会连累到他，可他还是毅然让我立刻离开。昔我去着昨日之不可流乱，我信着今日之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思过意寒考。第二天，师父托人将我送进了宫，我被带到总管丁姑姑面前，他给我赐名春露。这一刻，我觉得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我在他面前宣誓，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太监。接着，小李子带我来到了宝贝房，整个皇宫所有太监的宝贝都吊在这里，宝贝所吊的高度就代表着太监的地位。因为我刚进宫，所以我的宝贝几乎已经碰到了地面。看见最高处放着李莲英的宝贝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在皇宫好好干，一步步往上爬，以后接替李莲英的位置，回家后光宗耀祖。可我没想到，这紫禁城内表面的光鲜只是为了掩盖它里面的黑暗。我意外发现，小李子竟然在倒卖皇宫的珍宝，而且是卖给那些洋人。我一心想做一名好太监，
不允许皇宫内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于是第二天便举报了他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最后被抓的人居然是我。原来这些太监和军阀们早就勾结在了一起，我反被诬陷成是偷珍宝的罪人。好在丁公公出手相救，才保住了我一条性命。净室房、交泰殿、内左门、内右门、乾清宫、御书房，13宫的总管首领全都串通了，算你倒霉呀！大清帝国200多年的国宝文物，居然论斤论担的卖给人家。皇上被小人蒙蔽。如果这些事发生在10年前，我会好好的惩罚这群卖国贼。可是现在过了10年了，怎么办啊？可现在的丁公公也无能为力。岂料太监们怕事情暴露，竟连夜烧毁了库房。溥仪一怒之下遣散了所有太监，把我们全部赶出了皇宫。我的太监梦就这样彻底结束了。我现在无处可去，想回戏班继续跟着师傅，可戏班已经成了一片废墟，师傅和师兄弟们也不知所踪。我犹如丧家之犬，流浪在京城的街头，到处都是军阀在搜查革命党员，胡同里尸体随处可见，很是凄凉。然而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我再次与招娣重逢，可他已经身怀6甲。原来他当初离开我后，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华哥。那时的他被军阀追杀，浑身是伤，招娣冒险救下了他，两人很快互生情愫，定下终生。后来军阀大肆搜查革命党，华哥为了躲避搜查不知所踪。我看着落魄的招娣，对他满是怜惜。就这样，我不顾过往招娣对我的伤害，担任起了照顾他们母子的责任。从是被时代遗弃的可怜人，也算是互相找到了一份慰藉。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的过下去，可没想到这天丁公公突然找上门。丁公公吉祥。此时距离清朝覆灭已有10多年，溥仪从皇宫被赶到了领事馆。丁公公很是心疼皇上，想带我一起去领事馆伺候他。虽然我心里还是有着当太监伺候皇上的执念，可和招娣在一起的生活让我十分满足。谁知丁公公竟当场以死相逼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招娣躺在床上暗暗哭泣，可我却在一旁修眉。在那个封建的年代，天生的奴性依旧在我血液中流淌。第二天，我和丁公公来到了领事馆，一个日本军官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我们是特地来伺候皇上的，请你让我们进去见见皇上吧。你说进就进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丁公公以大清太监总管的身份呵斥他们，可却被对方不耐烦地踢飞。丁公公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不行，我是总管，我要见皇上。公公。混乱中，丁公公的宝贝掉了下来，被一旁的狼狗直接吃进了肚子里。丁公公悲愤欲绝，可我们俩只是被时代阉割的奴才，根本没有资格反抗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看见皇上穿着洋装出现在里面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我们到。他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，转身就走进了屋内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很可笑，半生的执念瞬间化为齑粉。我将自己的宝贝儿埋进了丁公公的坟头，连带着从生下来就具备的奴性一起葬了进去。为了求得招娣的原谅，我当他面剪掉了辫子，以正决心，最终与招娣和好如初，关系变得更亲密，甚至以夫妻相称。可没想到，命运又给我开了个玩笑，她失踪多年的丈夫突然回来了。华哥历经磨难私力逃生，这次特意回来想把老婆孩子接走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我深爱着招娣，为了她我自己怎么样都可以。我知道自己给不了招娣幸福生活，而且我一个太监怎么配当孩子的爹？于是我决定退出，成全他们一家3口。第二天，华哥带着招娣准备坐火车离开，可火车站内到处都是军阀。华哥因为是革命党员，他的通缉画像也被贴在墙上。军阀们似乎也发现他很可疑，眼看着他们要上前搜查，一直暗中相送的我心急如焚。为了吸引军阀的注意，我跑到人群中装疯卖傻。大家请一请，打倒民国，大清必胜，皇帝万岁！他们一家3口趁乱登上了火车，可军阀们把我暴揍了一顿后，又准备继续上火车搜查。华哥原本想逃走，可前后车门已经被堵住，无奈他只好取出武器，准备和对方拼杀一番。然而这时，我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来呀，我们来验一验。太监，谁敢说我不是太监？谁变的就是假的？谁下边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来看看呐！来呀！火车站的人潮瞬间凝固，像在围观一具千年古尸的解剖秀。这一刻，我的尊严被践踏得粉碎。但只要招娣能成功逃走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军阀们冲过来对我拳脚相向，
我却盯着远去的火车笑。这具残躯早已被切成无数碎片，一块喂了紫禁城的乌鸦，一块腌在稀般的脂粉河，最后那块扎进招娣的心窝，成了他永生拔不出的刺。我心里又开心又难过。开心的是招娣终于顺利逃走了，难过的是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。可当火车离开了站台后，我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招娣抱着孩子站在我面前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。我忍不住喜极而泣，发自内心的笑容中隐藏了一丝自卑。可招娣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，她向我伸手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虽然我是残躯之身，可我的灵魂比任何人都要完整。我毅然扔掉手中的太监帽，彻底摆脱封建制度中宣扬的奴性，彻底告别深埋在心中的太监梦，伸手迎接我崭新的人生。